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好，我們一開始先來聊一個真實發生過的案例。你有想過嗎？老師下班之後想說去買一份鹹酥雞來吃，結果就被路過的家長看到了。隔天學校就接到投訴電話，說這位老師怎麼可以吃這種垃圾食物？這根本沒有以身作則嘛。你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扯，但這件事情啊，它恰好點出了一個很核心的問題。過去這個社會對老師的要求，那條很模糊的道德紅線到底在哪裡？我必須說，現在整個遊戲規則已經完全改變了。以前那種用師道這麼高尚、這麼抽象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老師的時代，坦白說已經過去了。那現在的標準是什麼？很簡單，就是白紙黑字的法規。這代表什麼呢？這就代表以前那種憑感覺、憑大家想象的道德期望，現在已經被一套具體、可執行、有憑有據的法律地圖給取代了。這對所有老師來說，既是一種保護，但同時也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所以今天我們就要透過4個關鍵點，來幫助所有在職老師，還有準備要當老師的朋友們，快速掌握這張新的法律地圖，讓你在校園裡面可以站得更穩。我們會聊到你的飯碗保障，也就是教師法。再來，你手上有哪些管教工具，權利跟限制在哪？接着是絕對不能碰的紅線，性平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須要建立的一個全新心態。好的，那我們就直接進入第一部分，你的飯碗保障，也就是教師法。我跟你說，這部法律直接關係到你的聘任、續聘，以及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你會失去這份工作。你可以把教師法想象成是老師的職場生存手冊。這本手冊裡面呢，它非常明確地列出了你的權利跟義務，但更重要的是，它定義了會讓你被解聘的每一條具體條款。這就不是什麼抽象的道德勸說，而是非常硬性的法律規定。說到解聘，主要有2種等級，而且那個後果都非常嚴重。第一種是根據教師法第14條的終身解聘。這4個字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一旦你觸犯了，你這輩子就再也沒有資格擔任教職了。那第二種是第15條的解聘1到4年，你千萬不要覺得，1到4年好像還好嘛。我坦白說，在教學現場，解聘1到4年其實跟終身解聘殺傷力是差不多的。你想想看，一個老師的履歷表中間直接空了4年，你要怎麼解釋？基本上就幾乎不可能再回到校園了。那麼，到底哪些行為會直接踩到最嚴重的終身解聘地雷呢？這些都是絕對的紅線，完全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比方說，性侵害或是情節重大的性騷擾、虐待兒童，這些行為是直接挑戰了身為一個老師最基本的底線。還有呢，利用職務之便貪污，或是碰了毒品，你一定要記得，老師吸毒，不管你是在校內還是校外，都會被視為嚴重損害教師專業的行為，直接出局。最後啊，就連酒駕，如果情節重大，就像之前有位校長發生事故那樣，雖然不一定馬上就會走到終身解聘，但也會留下一個幾乎不可能抹掉的嚴重懲處記錄，對你的教職生涯絕對是毀滅性的打擊。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這個部分是你每天在教學現場都會用到的，你的管教工具箱。當學生行為出現狀況的時候，法律到底給了你哪些武器，又限制了你哪些行為？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當一個學生在課堂上搗亂或者不交作業，你手上到底有哪些合法合規的工具可以用？很多人都會抱怨說，現在老師什麼都不能做了啦。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法律其實有給你工具，但重點是你必須要用對。事實上，在教育部頒布的注意事項裡面，它清清楚楚列出了大概16種你可以使用的管教措施，比方說口頭糾正、調整座位、要求他把沒完成的作業寫完，或是適當增加作業、
罰站反省或是靜坐反省等等。這裡的關鍵字就是適當，而且你只能用這份清單上的方法，千萬不要自己發明新的招式哦。這裡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到底什麼叫做適當。同樣是罰寫402個字，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一個國小1年級的學生身上，因為他的手部小肌肉根本還沒發展完全，這就會被法院認定為體罰。但是如果同樣的字數是要朝一個高中生來寫，那他就很有可能被視為一個合法的管教措施。所以你的管教行為合法不合法，跟學生的年齡還有他的身心發展狀況有絕對的關係。還有一些動作可能在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很常見，但現在是絕對的禁區。像是什麼開合跳、半蹲、跑樓梯、學鴨子走路等等，這些行為在法規裡面都已經被明確定義成體罰或是類體罰了。重點來了，就算學生自己說老師沒關係，我可以，或是家長打電話來說他同意，你也不能做，因為這是你的法律義務，不是可以靠別人同意就能夠免責的。好的。如果說前面我們談的管教工具箱處理的是教室裡每天發生的日常戰鬥，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的就是整個校園法律的終極戰場。這裡是整個體系裡面最嚴肅、最高風險，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灰色地帶的領域——性別平等教育法。在台灣的教育體系裡面，處理性平事件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這句聽起來有點極端，但卻非常真實的話：寧可錯報100，不可放過一個。這句話就代表了主管機關對於性平事件的零容忍態度。也就是說，只要跟性平2個字沾上邊，所有的事情都會被用最高、最嚴格的標準來檢視。身為一個老師，你在性平事件裡面只有一個角色，那就是通報者。而你唯一需要執行的標準作業流程，就叫做知悉通報。整個流程可以簡化成3個絕對的步驟。第一，只要你聽到或接到任何疑似的事件，你注意聽哦，關鍵字是疑似就夠了。第二，絕對不要自己跑去調查，你的工作不是當偵探去判斷真假。第三，你必須在24小時之內向對的人完成通報。那什麼是對的人？這點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法律上，有權責處理性平通報的，通常就是學校的學務主任或是生教組長。你不能通報給你的同事，不能通報給輔導老師，甚至不能通報給其他處室的主任。以前就發生過真實的案例，有老師跟衛生主任通報，結果因為衛生主任在法律上沒有通報的責任，導致整個程序被延誤，最後反而是這位通報的老師自己被記過。所以通報的對象一個都不能錯。而且性平法的追溯力是沒有期限的，而且它可以一路追溯到你擔任老師之前。我們來看這個時間軸，假設你在考上老師之前，可能年輕不懂事，犯上了像是偷拍這類的妨害秘密罪。即使你後來當了老師，教學表現非常優異，一路做到平安退休，但只要這件陳年往事在未來某一天被揭露出來，你依然會被追訴。那個後果可能包括撤銷你的教師證、解聘，瞬間你已經領的退休金都可能會被追繳回來。這就引出了一個很現實的自保問題。如果今天有一個學生跑來你面前跟你說：“老師，我想跟你說一個秘密。”這時候你該怎麼辦？最安全也最符合法律邏輯的回答就是跟他說：“我不要聽。”為什麼？因為一旦你聽了，你就進入了知悉的狀態，就啟動了那個24小時內必須通報的法律義務。在這種高風險的議題上，你必須記得，不知道是你唯一的免責金牌。好，講完了3大法規之後，最後我們來談一個最核心的部分，這也是我認為現代老師最需要建立的一個觀念。你必須完成一次關鍵的心態轉換，從一顆教育心轉變成一顆法律腦。講了這麼多法規，如果你今天只能記住一句話，那我希望是這句，請你務必記在心裡：法律
不關心你的動機，他只檢視你的行為。我們很多教育工作者常常會說，我是為學生好啊，這個出發點絕對是良善的。但是在法律的天秤上，你的善意動機完全沒有辦法為你違反程序的行為做任何辯護。一顆教育心想的是，我的出發點是好的，我是想幫他。但一顆法律腦問的是，我的程序做對了嗎？我的行為有沒有符合規定？在現在的校園環境裡面，一旦發生衝突，法律優先檢視的永遠是你的行為是否合乎規範。即使你的動機再怎麼善良，只要你的程序錯了，行為違規了，你依然要承擔所有的責任。所以，去了解這些法律規則，它的目的真的不是要讓你變得害怕，變得綁手綁腳。正好相反，它的目的是要給你專業的底氣。當你清清楚楚知道那條線在哪裡，你才能夠在界限之內充滿自信地去發揮你的教育專業，而不是每天在那邊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不會不小心就踩到地雷。所以，這也引發了我們最後的一個思考。當你真正理解了這些生存規則之後，你是否反而能夠擺脫那種不確定的恐懼，成為一個更有力量也更有效能的老師呢？好，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評斷老師的標準已經從過去模糊的師道轉向了具體的法規。第二，你務必要清楚教師法中會導致你被終身或短期解聘的那些紅線。第三，你的管教工具箱裡面只有那16樣法定的工具，千萬不要自己發明新的。第四，性平事件是零容忍，而且可以無限追溯。你唯一的任務就是通報，而不是調查。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請你用一顆法律腦來保護你的教育心，守住法規的底線，才能讓你平平安安地做到退休。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